解深密经，般若把一切说空之后还缺什么？我们花了5期时间，从金刚经到心经，从大般若经的600卷压缩到中论的8部中道和4句否定，把般若系统从头到尾拆了一遍。结论很清楚，一切法无自性，缘起性空，没有任何东西是独立存在的。龙树用4句否定把逻辑推到了极致，连空本身都空掉了。但如果你真的认真跟完了这5期，心里应该藏着一个问题，你可能一直没好意思问，但它就在那里，像一颗扎进肉里的小石子，怎么都不舒服。这个问题是，如果一切真的是空的，那到底是谁在空？是什么东西在运转这一切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这个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在问，2000多年前佛陀自己的弟子就在问，而且不是1个2个，是整个僧团的核心层都在问。你想想看，般若经系统的核心命题是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切现象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。这个道理听起来很通透，但它有一个致命的问题，你越深入思考越会发现，如果一切都是空的，因果怎么成立？你做了一件善事，按说会有善报，但做事的人是空的，善事本身也是空的，善报也是空的。那因果链条挂在什么上面？空气里。空的东西拿什么来承载因果？如果一切都是空的，修行怎么成立？你打坐、持戒、修般若，这些行为的积累存在哪里？如果连积累的主体都是空的，那你辛辛苦苦修了半天，修到的东西放在哪？如果一切都是空的，轮回怎么成立？是谁在六道里流转？总得有个什么东西从这一世延续到下一世吧。但般若刚刚才告诉你，没有任何固定的自性存在，那流转的到底是什么？这3个问题不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它们是般若系统的结构性缺口。般若用极其精密的逻辑证明了万物不是什么，但它没有正面回答空的世界里到底是什么在运转。我在聊中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，龙树的4句否定是逻辑的终极自爆，非有非无，非亦有亦无，非非有非无，所有能想到的立场全部被否定掉了。这个否定当然是彻底的，但彻底的代价是它不建设。他拆了所有的房子，却没有告诉你拆完之后住在哪儿。佛陀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。佛教传统把佛陀一生的讲法分成3个阶段，叫3转法轮。第一转在鹿野苑讲4圣谛，苦集灭道。你病了，病因是执着，执着可以消除，有一条8正道可以走，这是医生的诊断书。我们第1期和第2期讲阿含经的时候详细拆过这一层。第2转讲般若，一切法空。你以为坚实的东西其实没有固定本质，这是把诊断书升级成了一张透视图，让你直接看见病灶的真面目。我们从金刚经到中论这5期一直在做的事情，就是把这张透视图的每一层都拆清楚。但问题来了，透视图只能让你看见问题所在，它不能替你动手术。你知道了一切是空的，然后呢？空的世界里，那些因果、修行、轮回的运转机制到底靠什么驱动？这就逼出了第3转法轮。佛陀在解深密经里做了一件他之前从未做过的事，他不再只是否定，他开始正面描述意识的底层架构。解深密经这个名字本身就藏着玄机，解就是解开，深密就是深层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就是般若说完空之后，空的底下到底在跑什么程序。这部经最核心的内容在心意识相品里，佛陀在这一品当中揭示了一个此前从未公开讲过的概念，一个他藏了几十年不敢说的东西。为什么不敢说？经文里佛陀自己给了理由。他说了一首偈语，4句20个字，信息密度大到每个字都值得写一篇论文。阿陀那时甚深细，一切种子如瀑流，我于凡愚不开眼，恐彼分别直为我。我一个字一个字给你拆。阿陀那时这个名字后来更常被叫做阿赖耶识，
翻译过来就是藏识。藏什么？藏一切经验的种子。注意，这里说的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意识。你现在在听我讲话，你的耳朵在接收声音，你的大脑在理解意思，可能还在同时想着等会儿吃什么。这些全是前六识在工作，是意识的表层。阿赖耶识在更深的底层运转，你平时完全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打一个比方，你每天用手机看到的是各种软件的界面，聊天、刷视频、查地图，但底层有一个操作系统在运转，没有这个操作系统，任何一个软件都打不开。你用了10几年手机，可能从来没有直接看见过操作系统本身，但它一直在那里，驱动着你看到的一切。阿赖耶识就是意识的操作系统，甚深细3个字极其深奥，极其精微，深到你用日常的思维方式根本够不到它。这就是为什么前两传法轮不讲这个，因为听众的认知地基还没打好。你得先理解了缘起，理解了空性，才有可能接近这个更底层的东西。就像你得先会用手机，才能理解操作系统在干什么。一切种子如瀑流，这7个字是整首寄语的核心。先说种子，你过去所有的经历、行为、念头，每一次的感知、选择、反应，都会在阿赖耶识里留下一个印记，这个印记就叫种子。种子不是比喻，是唯识学的一个精密术语。每颗种子携带着特定的信息模式，是一种倾向性，一种潜在的势能。你小时候被狗咬过，那个经历会种下一颗恐惧的种子。你10年来每天坚持跑步，那个习惯会种下一颗身体记忆的种子。你反复练习某种思维方式，那个模式会种下一颗认知倾向的种子。关键来了，这些种子不是死的，不是像文件一样存在仓库里一动不动。经文说如瀑流，像瀑布一样不停地流动、翻涌、变化。在每一个当下，特定的因缘条件会激活特定的种子组合，这些被激活的种子涌现出来，变成你此刻的感知、情绪、念头、反应。这个过程叫种子生现行。同时，你此刻的每一个体验又会回过头来在阿赖耶识里种下新的种子，这个过程叫现行熏种子。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两个方向同时发生，每一刻都在运转，从未中断。这就是瀑流，不是一滩死水，是一条永远在奔腾的河。还记得我们在心经那一期讲过的缘起吗？一朵花的存在依赖于种子、土壤、阳光、水分、温度，还有你这个观察者。离开任何一个条件，花就不存在。般若告诉你，花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，这是对的。但般若没有详细解释那些因缘条件是怎么被组织起来的，是什么机制在调度它们的运作。解深密经给出的答案是，阿赖耶识里的种子系统就是那个调度机制。因缘不是随机碰撞的弹珠，它们之间的亲和力、排斥力、激活顺序，全都取决于种子的配置。你今天会遇到什么人，产生什么念头，做出什么反应，表面上看是外部环境在推动你，但底层是你阿赖耶识里的种子在选择性的共振。举一个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例子，你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，你朋友也看到了同一条新闻，但你们的反应完全不同。你可能暴怒，你朋友可能无感。同样的输入，不同的输出，差异来自哪里？来自你们各自的种子配置不同。你过去的经历、养成的习惯、积累的认知偏好，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形成了独特的种子组合。这些种子决定了你对同一个刺激的反应模式。现在你应该能理解，为什么般若说完空之后还需要解深密经了。般若告诉你，花没有自性。解深密经告诉你，虽然花没有自性，但花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呈现在你面前，而不是另一种方式，是因为你的种子系统参与了建构。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空是一个极其活跃的动态过程，
而种子就是这个动态过程的微观单位。般若给你的是宏观视角，它让你站远了看，告诉你所有山川河流都不是固定存在的，都是因缘的显现。这个视角是正确的，也是解放性的。但解深密经给你的是微观视角，它让你凑近了看，告诉你因缘的显现具体是怎么发生的，种子是怎么储存的，怎么被激活的，怎么涌现成你当下体验的，涌现之后又怎么回头种下新种子的。宏观视角让你看清全貌，微观视角让你看清机制，你需要两个都有才算完整。般若系统的问题不是他说错了什么，而是他停在了正确但不完整的地方。他成功的清除了所有错误的执着，但没有提供一个正面的精密的意识运作模型。解深密经就是来补这个空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传统里唯识学派把解深密经判为了义经。了义的意思是究竟，是话说到底了。前两转法轮是不了义，不是说他们讲错了，而是针对不同阶段的听众，话没有说到最透。第三转法轮把最底层的运转机制揭开了。但我要加一句，这个判法是唯识学派自己的立场，中观学派不同意，他们认为般若才是了义。藏传佛教各派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判断，两个学派打了1000多年的笔墨官司，至今没有统一答案。我不替任何一方站队，我只是把两个系统的逻辑展示给你看，你自己判断哪个框架对你更有解释力。有意思的是，不管你选择站在哪一边，这两个系统在实修层面的指向几乎是一样的。中观说你要看空一切执着，唯识说你要转化种子的运作模式，但看空执着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改写种子，改写种子的结果就是你不再被执着所困。路径描述不同，终点相同。好，现在到了整首寄语最关键的部分，最后一句，我于凡愚不开眼，恐彼分别执为我。佛陀说，我不敢把这个真相告诉普通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听说存在这么一个底层系统，一个储存一切经验的深层意识，马上就会把它当成灵魂，当成真我，然后死死抱住不放。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预判，不是对未来事件的预言，是对人类认知本能的预判。你想想看，我刚才花了那么多篇幅给你讲阿赖耶识，你心里是不是隐隐约约有一个念头在浮动？这个念头大概长这样，哦，这不就是灵魂吗？身体会死，前6识会消散，但阿赖耶识一直在，它才是真正的我。如果你有这个念头，恭喜你，你刚好踩进了佛陀2500年前就预见到的那个坑里。最近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问类似的问题，有人问阿赖耶识背后的底层代码是不是就是真实的我？有人问这个藏识是不是就是元神？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同一个认知陷阱。阿赖耶识不是灵魂，它不是一个实体，它本身也是缘起的，也是无自性的，它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个东西。这怎么理解？你家附近有一条河，你每天早上出门看，河还在那里，你觉得它是同一条河，但你仔细想想，昨天流过的水，今天已经到大海里去了。今天你看到的水是全新的水，河床的沙石也在缓慢移动，两岸的植被也在变化。严格来说，今天的河和昨天的河不是同一条河，但你为什么觉得它是同一条河？因为它保持着一种连续的流动模式。阿赖耶识就是那条河，它不是水，不是河床，不是两岸，它是流动本身。寄语说种子如瀑流，注意这个瀑流不是静止的池塘，是奔腾不息的瀑布。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这个不间断的流动过程，所以它能承载因果，因为种子的因确实会在条件成熟时结出现行的果。它能承载轮回，因为这个流动过程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中断，种子的瀑流会延续到下一个因缘组合里。但它不是灵魂，因为它自身也在每一刻不停的变化，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核心。你看，这就是般若和解深密经的精密配合。般若否定了所有固定的实体，包括自我。解深密经补充说，
虽然没有固定的实体，但存在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，这个过程能够承载因果和转化，两者不矛盾。般若说的是没有固定的河，解深密经说的是有不停歇的流。你可能会问，如果阿赖耶识也是缘起的，也是无自性的，那它和般若说的空有什么区别？为什么还要单独拿出来讲？区别在于精度，般若是一架望远镜，解深密经是一台显微镜。望远镜让你看清全貌，显微镜让你看清机制。你不能只有望远镜，站远了说一句一切都是空的，然后就停在那里。你也需要显微镜，凑近了看空的底层到底是怎么运转的。这就回到了我们开头的那3个问题。般若把一切说空之后，因果怎么成立？靠种子。修行的积累存在哪里？存在种子里。轮回的是什么？是种子的瀑流。空不是虚无，空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种子动力系统。这里我想回应一个评论区经常出现的困惑。有朋友说，我已经理解了无我，但为什么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念头？为什么焦虑还是会来？为什么明明知道一切是空的，还是放不下？解深密经的种子理论给了你一个精确的回答。你理解无我用的是第6意识，也就是你的思维和推理能力，但你的焦虑、你的执着、你那些下意识的反应是从阿赖耶识的种子里涌现出来的。这两者不在同一个层面。你的思维接受了空性的道理，但你的种子还没有被改写。就像你知道蛇没有恶意，蛇只是一种动物，但当一条蛇突然出现在你脚边的时候，你还是会本能的跳起来，因为那个恐惧反应不是你的理性在驱动，是你阿赖耶识里恐惧的种子在被激活。理性层面的了解和种子层面的转化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。般若给你的是理性层面的了解，解深密经告诉你，光有理性层面的了解不够，你还需要在种子层面做工。怎么做？这就涉及到解深密经最精华的武器——三自性模型。那是一个让你从认知了解走向体验转化的实操框架。我们下一期专门来拆。在那之前，我希望你今天带走一个关键的认知升级。我们这个系列从阿含经的4圣谛开始，经过金刚经、心经、大般若经的压缩过程，中论的8部中道和4句否定，一路走到今天的解深密经。这条路不是我随便排的，是沿着佛陀自己的教学升级路径在走。第一转法轮告诉你，世界有问题，问题可以解决。第二转法轮告诉你，问题的根源是执着于不存在的自性。第三转法轮告诉你，空不是终点，空的底层有一个精密的种子系统在运转。修行的下一步是深入到种子层面去做真正的功，从知道世界有问题到看清问题的本质，再到理解问题运转的机制，3次升级，每一次都建立在前一次的基础上。你现在站在第2次升级和第3次升级的交界处，你已经知道了空，但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空的底层在跑什么程序。解深密经就是带你进入这个底层的入口。而当你进入这个底层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件让人意外的事，佛陀描述的这个种子系统和今天最前沿的认知科学、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之间存在着一种让人后背发凉的结构性呼应。这不是巧合，这可能暗示着关于信息如何被储存、激活和涌现存在某种跨越载体、跨越时代的底层规律。但这些话题我先留一个口子在这里。下一期我们进入3自性模型，到时候你会发现这个1600年前的框架不仅能解释意识的运作机制，还能直接拿来分析你日常生活中每一次情绪波动的来龙去脉。你不用信佛，你只需要好奇。你觉得般若和唯识是在说同一件事的两面，还是走向了2条不同的路？你更倾向于哪个？欢迎你带着你的答案来下一期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